黄金现在企稳了，上了所有均线，也上了5200美元每盎司。那最近有朋友问我说，能不能买一些实体黄金啊？甚至于说要不要从中国带一些黄金到美国？那今天呢，想跟大家聊一下，你其实在美国也可以买到实体黄金，哪些渠道会比较靠谱，而且它分黄金、金币等等种类，怎么样选择，并且你想要卖掉的时候，你该怎么样卖？但是最关键的呢，是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观点，就是现在适不适合买实体黄金。大家好，我是新月，视频内容是我个人研究的分享，不构成投资建议。先说一下购买渠道啊，美国这边买黄金跟中国不太一样，中国的话大家更习惯去银行或者说金店那边去买黄金，那美国这边呢，更多的是去一些主流的政府授权的线上平台，那比较大的平台呢有两个，一个是 GM Bullion， 一个呢是 APMax。那这两个呢，都是美国铸币局官方授权的经销商，品种非常全，不光是有黄金、白银等等贵金属，而且发货也是带保险的，买跟卖都可以，价格是非常透明的。那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呢，可以到上面来查一下价格，其实都差不多啦，溢价通常控制在$200。我们可以看到这边一个黄金的金块，它1盎司的话是5494，它这边说是 on sale 的啊。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黄金的价格是5280，这个是合理范围之内。第二个选择呢，就是 Costco 它自从推出这个线上黄金的业务之后啊，然后销路是一路上涨，好几次都是上架了之后就被卖空了。那它的价格呢，通常会比之前的两家低一点，而且如果说你是 Costco 会员，又有它的一个信用卡的话呢，它会给你最高4%的一个返点。那如果按照现在5000多的金价来算的话呢，1盎司可以省个200来块，基本上就把溢价给补回来了。这边有一些要注意的，就是 Costco 呢，它只是出售黄金，但是它不回收，所以说你在 Costco 买的话呢，出手的时候你还是要找其他的渠道。还有一个呢，是美国铸币局的一个官网，你可以看到它的网址上面带有 GOV， 不要认错了。但是呢，它这边一般不卖普通的金块或者金币，它一般是卖那种纪念币。像今年是2026年，正好是美国建国的250周年，它就会发行大量的纪念币。还有就是买金子的话呢，一般就是金币或者是金条 gold bar 或者是 coin 嘛。美国这边呢，它有两个官方政府出的，一个是美国的英币，这个是22K， 里面是有1盎司的黄金，但是呢，它还会加一些银和铜，然后硬度会比较高，然后不容易刮花嘛，这个流通性蛮好的。还有一个就是美洲野牛，这个是24K 纯金的啊。如果说你说我要24K 的话，你可以选这个。官网这边也出了一个2026年版的美国硬币，那它正面呢，这边印的是这边是1776到2026还有一个250年的一个暗记，这个是有特别的纪念意义的，因为今年正好是美国建国的250周年，那它发行的话是25000枚，而且一家最多只能买1枚，发行时间是2026年的3月5号中午12点，卖完就没有了。那如果说你对收藏币、纪念币有兴趣的话，可以到这边官网上面去逛一下。除了金币之外呢，还有金条，像这种就是 PAMP， 它是瑞士做的，它这个系列在市场上面蛮认的，就是它的防伪技术在业内比较好，所以你买的时候可以挑一些有牌子的。那当然你买的时候千万不要拆包装啊，因为你在卖的时候这个包装拆了之后它会折价很多。那最后说一下，就是如果有些朋友说想要从中国带金子过来呢，其实不太建议啊。就主要呢，就是一个就是超过10000美元等值的物品，你过海关的时候是需要申报的，就蛮麻烦的。而且呢，美国的金店对于像中国的一些黄金，比如说是你从金店老凤祥周大福或者银行买的呢，它不是很认，它认的就是这些比如说是瑞士的牌子，或者说是美国铸币厂出的这些牌子，它会比较认。那你如果是国内的金到这边来的话，很可能就当做一般的金块买了，就是很多溢价就是被打折打掉了，就不合算。再说一下税的问题就是买黄金的时候，它其实有蛮多隐形成本的。一个呢就是销售税 sales tax，这边重点说一下，我在加州
单笔购买如果不足$2000的话，它是要收销售税的，大概是7%到9%。所以如果你在加州的时候，你买的时候尽量买2000以上的黄金。那德州和佛罗里达州基本上它是免税的，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还有一个是1099B，因为买黄金的时候呢，你是不需要报税的，但是你卖出的时候，如果说超过25枚金币，或者说1公斤以上的金条的话呢，商家他会向 IRS 提交1099B 的表格，所以你卖的时候你需要注意一下。还有一个就是非常美国特色，就是 IRA Gold。你在线上机构他们买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有些地方它是说 IRA Approved， 也就是说这个黄金呢，你是就这一类的，你是可以直接用你的退休账户来买的所以说你退休账户不一定要投资基金或者是股票，你也可以直接投资黄金，这些它通过认证的都可以买。那你用退休账户买这些黄金，就相当于是用税前的钱来买嘛，可以更好的来省税。说一下在美国这边如何卖黄金，最省心的办法呢，就是你直接卖回给你当初购买的平台或者机构。像 JM 的话，你直接点击 Sell to Us， 然后它这边呢就会有简单的这个步骤，就是报价，然后你把东西寄给他们，最后收到款项就可以了。如果有不清楚的话呢，可以打他们的客服或者发邮件给他们。如果你更喜欢实体店呢，你就直接在谷歌上面找 Coin Shop， 然后打附近的地址，然后就可以找到附近的一个金店，然后找评价高一点的比较靠谱的，然后去那边卖也可以，带上你的证件，然后购买记录凭证这些就可以了。这边需要提醒一下，就是你买卖的时候包装一定要完好，不管是哪一个机构如果说你包装是完整的，那对方基本上看一眼就直接收了，但是如果一旦破损的话呢，他们就要去做检测，然后价格上也会打折，所以你最好买的时候这些包装凭证都留着。最后到我这个视频最想聊的这个话题，就是现在适不适合买实体黄金那黄金它上涨的逻辑其实是存在的，就是各个央行的持续购买，地缘政治的不稳定，然后目前的逆全球化，这些呢其实都是支撑金价在上涨。今年金价到$5500，我觉得可能性还是蛮高的。但是这个不表示说现在买实体黄金就是非常好的选择。我们看月线的话会更加清楚一点，可以看到这个涨幅还是蛮惊人的。那从2011年这个之前的高点到现在已经涨了193%，差不多2倍了。那我们看之前的历史，就是1980年涨到11年这个高点的时候，其实也就涨了1倍多一点。对比于之前的涨幅，现在接近于2倍的这样子的一个上涨，其实已经蛮多的。之后上涨的空间还有多少呢？其实大家也不是很能确定。在长期配置黄金的逻辑当中呢，确实是有个说法说，即便你是买在2011年的最高点，到现在也已经是翻倍了。但是我们不要忘了，2011年的最高点，它一直到2023年才回本，整整将近12年的时间。黄金它都没有回到前高，而且期间的这个跌幅呢有45%。黄金的熊市是可以非常漫长的。所以说我们在买实体黄金之前呢，就要考虑好一个问题如果说这个黄金再往上冲一冲，真的遇到熊市的时候，它从最高点跌下来40%到50%，比如说跌到了个3-4千美元，那这个状态如果持续个5年甚至于10年，你是不是能够承受得住？那如果觉得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呢，那现在买点实体黄金，甚至于说是黄金的纪念币，当做一个长期配置，甚至于传家宝都是可以的。像今年250年的一个纪念币也是挺有意义的。但是如果说你想跟着这个行情就这样赚一笔波段的钱，那黄金的 ETF 像 GLD 会更加好一点，因为它的流通性好，你随时可以买卖，而且不存在什么溢价的问题。甚至于你说我还是长期配置的，但是我要用钱的时候呢，我希望能够随时卖出去没有太多的溢价折损，那 ETF 可能也是比较好的选择。那关于黄金的 ETF 怎么选，怎么样进行长期配置，其中的一些风险等等的，我在黄金的系列视频当中都有讲过，大家可以去翻一下。好，今天就先到这边了。如果大家对于黄金的买卖或者税务问题有什么问题呢，可以在评论区讨论。那今天就先到这边了，拜拜，下期再见。